自爆転生。大家好，我是 Miso， 今天呢，终于又要来介绍我们的哪路头头的模组更新啦！哇，已经超级久没有更新了，这次更新呢是 0.3.7 的更新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带你们来看看这次的更新吧。首先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我对我的模组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优化。蛮常玩我的模组的人应该知道，在以前的版本呢，如果我们的创造模式飞起来的话，很常会有拉脚卡顿的这种情况发生。那现在呢就不会有了，因为我优化了很多地方。另外呢，我也优化了多人连线。现在多人连线呢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卡了。以前的话，这个模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多人连线很不稳定嘛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应该稳定很多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忍术环节。首先，我们的忍术呢不会再命中驯服的生物，原本就不会有伤害了啦。但现在呢是会直接穿过它们。例如说，我这边有个分身，分身也算是驯服的生物嘛。然后我放了一招好龙火的话，它会直接穿过去，有没有？以前的话会在这边爆开，那现在是连命中都不会命中，会直接穿过去，就当做这个实体不存在一样。再来，我也修复了水断波 CD 时间没有显示出来的 bug， 现在 CD 时间会正常显示了。另外，我也修复了水断波可以在神威空间破坏方块的 bug， 现在在神威空间水断波也不能破坏方块了，九尾空间也不行。再来，我们现在须佐能乎都不再是盔甲的形态了，原本的话是盔甲会直接占用我们的格子嘛，现在呢我把它变成了实体，它就不会再占用我们的盔甲的格子了。然后呢，就会直接绑定在我们玩家的周围。另外，第一人称都不会渲染的，就跟盔甲一样。我们就在第三人称看的时候才会有须佐能乎的实体出现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人称，是不会有的。这样子我们在战斗的时候就不会被挡视野了，只有自己是看不到的，别人都是可以正常看到的。不管是肋骨啊，或是骷髅，或是完整形态，都一样。然后改成这样的好处呢，就是我们的动画终于可以正常显示了。像是我们这个须佐能乎的拉弓动画，有没有？终于可以显示出来了，然后骷髅也是这个超级地板的动画，也可以正常显示了。另外，关于须佐能乎还有另外一个改动，就是当我们现在受到攻击的时候，是完全不会有受伤的效果的。原本的话，我们虽然可以抵挡伤害，可是还是会有受伤的动画、受伤的特效嘛，就是玩家会变成红色的，然后弹一下。例如，我在这边放一个骷髅，然后他攻击我的话，有没有？这个箭矢会直接弹开了，就完全不会有命中的效果。另外，完全体的须佐能乎呢，第一人称也不会渲染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好了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那第三人称一样会渲染，只有第一人称不会渲染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哪里了。那当然不只是须佐能乎，尾兽化也是一样，我们一样只有第三人称会显示，那第一人称一样不会显示，不会再挡住使用者的视野了。更方便我们进行战斗。再来是千鸟锐枪呢，现在会有控场的效果，被击中的对手呢会有短暂的控场，然后不能再使用任何忍术。以前的话是只有定在原地，但是可以使用忍术的。再来八门的细项呢，现在不会再爆音了。原本的细项声音很大声嘛，那现在我把它稍微降低了音量。再来是速界降弹。原本的速界降弹在里面绑起来的生物是不消耗我们的查克拉了，但现在呢会消耗了，不然我觉得这样永久捆绑也太无敌了，所以我现在让里面被绑住的生物也会消耗使用者的查克拉。但是跟一般不一样的是，它消耗的是只会有一只的查克拉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同时绑住很多只的话，它消耗的查克拉量只会算是一只的。另外蹲下的话也可以对它们造成伤害了，原本的话是不行的，现在可以了，但是不会增加熟练度的。那关于忍术的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新增了刚刚片头看到的，没错，就是那一颗地爆天星。那地爆天星呢，它就在我们的瞳术里面的最后一个，或是你在封印术里面也可以找到，因为它除了瞳术也是封印术的一种嘛。那学习的条件呢，只需要8个忍术点跟300点瞳术的熟练度。那封印术的话我就没有加上去了，毕竟关联性没那么大。那地爆天星的效果呢，就是会召唤出一颗小黑球，然后飞到空中之后就开始吸周围的实体跟方块，最后对他们造成很大量的伤害。哦对，一定要轮回眼才能使用哦。来，我们对这个叛忍营地上面放一颗地爆天星。有没有？它都被吸上去了。
全部都被吸过去了。哈哈。哇！然后就会形成一颗大球球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OK， 关于忍术的介绍差不多就到这样子。那再来呢是 NPC 的部分。首先宇智波鼬呢，宇智波鼬把它增强了它的阅读的威力，以及它的须佐能乎的格挡方式。现在鼬的须佐能乎格挡方式变得跟玩家一样了，就是会完全的抵消伤害。那要破除它的须佐能乎的话，必须要对它造成1500点的伤害，它的须佐能乎才会消失。有了，开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打它是不会有伤害的，有没有？完全打不了伤害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对它造成一定的伤害，例如我现在对它造成1500，有没有？它就消失了，因为它受到了足够的伤害，它的须佐能乎就被破除。那如果你没有把它的这个须佐能乎打掉的话，你是永远对它造成不了伤害的。然后我也修复了我爱罗有时候战斗会让世界崩溃的 bug， 这是一个小小的错误，我把它修复掉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也增强了自来也还有麦特凯。这两个人呢，简单来说就是把他们的攻击力提高了，然后现在麦特凯一定会开门了。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稍微体验看看他们的强度到底提升了多少吧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新增了一个新的 NPC， 没有错，就是宇智波佐助。那这个佐助呢，应该是目前这个模组里面最强的生物了，他有800滴血，而且他还有 BOSS 条。那我们就让他跟他的亲哥哥打一场，一边看他战斗，一边讲解他的忍术吧。开除。哦，这是千鸟。然后还会放天照。哦，这个是火雷加上万象天影。然后这里开启了肋骨的须佐能乎。须佐能乎的话，佐助总共有4个阶段，会根据他的血量越低，他开启的阶段也会越高，分别是肋骨、骷髅、完整跟完全体。那由低到高分别要承受500、1000、1500、2000的伤害，才可以将他的须佐能乎击破。然后这里他往天上放了一个好红点，就是为了让天空底下可以下雨。这边呢就是参照了原作里面他要放麒麟前的前置动作。然后这个是家具图例，然后这是千鸟锐枪。哦，然后这个是他的地爆天星。那佐助的地爆天星呢，跟我们的不太一样，他没有召唤出小黑球，他是直接将他的对手当做引力的中心点，把所有的方块跟死点吸向那个对手。然后这边开始下雨了，下雨之后佐助就可以释放麒麟了。这里又开了须佐。哦，有了，佐助放了麒麟。然后再放了一发地爆天星，直接把鼬连带着他的须佐一起吸上去。这边佐助的须佐拉弓了，佐助每个形态的须佐也都有自己的攻击，像是拳头啊，还有拉弓。这边居然是鼬先把佐助的须佐给打破了，这个倒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哇！宇智波鼬赢了！这是我这么多次第一次看到宇智波鼬赢诶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佐助输过诶，他居然输给宇智波鼬，这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结果诶，前面每一次都是佐助完胜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差不多是这一次的模组更新啦，希望各位会喜欢这次的更新，那我们就下个更新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